2013年，电影《红翼行动》上映。作为一个战斗场面占了接近一半的电影，能够拿下1.5亿的全球票房，并且收获了大量好评。故事讲的是2005年发生在红翼行动，号称美国特种部队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19名特战精英阵亡，1名海豹历经千辛万苦后侥幸逃出升天。听到这个故事，火力军相信在座的各位脑海里浮现的都是4名海豹队员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间被上百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围攻，最终寡不敌众，几乎全军覆没的悲壮画面。等一下，如果围攻他们的并非上百名塔利班，而只是一支不到10个人的精锐小队呢？如果这次行动的失败从计划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在这场惨烈的悲剧之后还有一个你从未听过的结局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火力军，今天我们就结合最新的解密资料，为大家揭开红翼行动背后那被电影传言和时间所隐藏的完整真相。想了解红翼行动，咱们得先从他的目标开始讲起。这个人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，他叫艾哈迈德·沙阿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沙阿是个塔利班的高级头目，甚至和本拉登称兄道弟。但根据陆战队在当地的情报，沙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库纳尔省的一个反联盟民兵领导人。由于这一年9月，阿富汗要举行重要的议会选举，为了让阿富汗人和全世界都认为选举结果合法，因此必须压制库纳尔省的反对势力。根据 CIA 的情报，在库纳尔搞叛乱的武装团队有22个，虽然其中一些与塔利班或者本拉登有点小关系，但其中的大多数不过是当地的帮派之类的，没什么政治诉求。之所以反对阿富汗大选，完全是因为一旦局势稳定，国家统一，这群人就没法继续在当地作威作福了。总之，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极具野心的土匪。他的关系网很复杂，既和强硬的伊斯兰党眉来眼去，也和基地组织不清不楚，甚至还跟当地利润丰厚的木材走私生意有一腿。于是在2005年夏天，他成了美军在库纳尔省的心腹大患。2004年底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部署到了库纳尔，开始和当地的美军特战合作，发起了马刺行动、小牛行动、凯尔特人行动，定点拔除库纳尔的反政府武装。这群土匪哪见过这阵仗？3大 NBA 强队轮番下场，这是要把库纳尔军阀的头当篮球打呀！其中最大的一个 ACM 军头纳吉穆丁直接被吓破了胆，当场向美军投降。整个库纳尔的反对势力也只剩下了小猫2-3只，但也留下了大片的权力真空。为了防止这些小猫做大，艾哈迈德·沙阿自然而然地成了红翼行动的目标。为了解决沙阿，最初策划行动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团3营，他们最初的计划是一次稳扎稳打的传统步兵营级行动。但就在这个档口，一件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事情发生了。2005年中，海军陆战队2团3营接替了原本3团3营的任务。由于指挥权的变更和人事变动，再加上当时美军高层对特种作战的迷信，整个行动的主导权，尤其是行动的开始阶段，被从陆战队手里交给了特种作战司令部，而行动方案也从稳扎稳打的营级扫荡变成了特战风格的渗透突击。具体前期方案大概是这样的：首先由一支4人的海豹侦察小组先行渗透到目标区域，确定沙阿和护卫的具体位置。接下来另一支海豹会乘坐 MH47 实施抓捕，海军陆战队则负责封锁和支援。这个方案一出来，陆战队的大爷们就直摇头，倒不是因为自己只负责打杂，主要是这个方案有3个致命的问题。第一，库纳尔山区是出了名的地形复杂，敌人众多，一支4人小队进去，别说是海豹，就算阿斯塔特来了也得8层皮，生存能力堪忧。第二，在这种复杂地形中进行直升机渗透目标太大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，重演黑鹰坠落的惨剧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他们对海豹小组携带的 PRC-148 电台在当地的通讯效果表示严重怀疑。这种电台虽然轻便，但功率小，穿透力弱，在信号遮挡严重的峡谷里，很可能变成一块砖头。从事后的角度来看，陆战队的这3个担忧几乎可以说是死亡预言，但当时对特种作战的迷信导致这些理性的声音被淹没了。就这样，一直由队长迈克尔·墨菲中尉
队员丹尼迪茨、马修阿克塞尔森和马库斯鲁特雷尔组成的4人侦察小组，带着可能变成砖头的电台登上直升机，开启了他们的不归之路。2005年6月27日深夜，4名海豹通过快速游绳的方式降落在目标区域附近的一个山脊上，但意外从一开始就发生了。由于执行飞行任务的机组习惯于执行直接行动任务，在这种行动中，直升机要冲在前面进入交战区，所以会在锁降结束后直接切断锁降绳，节省时间。但对于隐秘行动来说，锁降绳必须回收，以防止留下明显的降落点标记。在执行任务前，海豹显然没有跟机组强调过这件事，结果机组下意识地切断了绳索，给后面的灾难一幕埋下了第一个伏笔。当然了，肯定会有朋友说了，一根绳子而已，随便找个地方藏一下不就好了？但问题是，快速游绳用的尼龙绳差不多有碗口粗，一团堆在地上，有一个小推车那么大，极其的扎眼。阿富汗地区都是石头，整得跟日本枯山水一样，要盖住这么大一坨黑漆漆的尼龙绳，实在是有点困难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时候侦察小组就应该选择放弃任务，撤退到安全地点，但他们没有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，当侦察小组来到了预定潜伏地点，准备对沙阿的村庄进行侦察时，电影中最戏剧性也最具争议性的一幕发生了。根据幸存者马库斯的自述，3个当地的牧羊人赶着100多只山羊，叮叮当当地闯进了他们的潜伏点。队长默克尔·墨菲人都懵了，我叫墨菲没错，但不能这么倒霉，连续2次碰上墨菲定律生效的时候吧。4个人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，如果干掉他们，确保任务的隐蔽性，不但严重违反了交战规则，还算是滥杀无辜，每个人都要背上战争罪的心理压力。但如果放了他们，这几个海豹也无法确定这几个牧羊人到底会不会去告密，一旦行动暴露，面对大批塔利班就约等于去送死。马库斯在他的自传小说中还强调，队长墨菲决定用投票来决定这3名平民的生死，并根据投票结果释放了这3名牧羊人。马库斯认为，正是这一决定将他们引入了绝境。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牧羊人消失后不到1个小时，空旷山谷里响起了 AK-47 的枪声。这4名海豹随即和沙阿的手下展开了一场遭遇战。长久以来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上百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像潮水一样从4面8方涌来，将海豹重重包围。4名队员虽然英勇奋战，但寡不敌众，最终3死1伤。幸存者马库斯是这么说的，电影里也是这么演的，但真相恐怕远比这要更令人震惊，也更戏剧化。根据陆战队事后的调查，还有缴获的敌人录像分析，当天围攻海豹小组的根本不是什么百人团，而是一支由沙阿本人亲自带领的人数在8到10人的精锐小队。看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，不到10个人的地方兵力，怎么可能把4个海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？答案就2个字：战术。沙阿和他的小队打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山地伏击战。首先，他们占据了绝对的制高点，对山坡下的海豹小组形成了辐射优势。PK 机枪的短点射在交战过程中就没有停过。其次，也是最致命的，他们构成了一个经典的 L 型伏击阵地，火力点分布在2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，无论海豹小组向哪个方向寻求掩护，都会暴露在另一侧的枪口之下。这种交叉火力能瞬间形成死亡区域。在这种完美的战术压制下，8个人发挥出的火力比80个人还要恐怖。而海豹小组的通讯也不出意外的出了问题，阿富汗的山区堪称信号坟场，他们的 PRC-148 电台根本无法联系上基地。面对战术上的完败和通讯的中断，4名海豹队员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意志。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不断从陡峭的山崖上跳下，寻找掩体，顽强还击。为了拯救整个团队，队长墨菲毅然决然地走出掩体，来到一片开阔地，让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，用卫星电话联络指挥部。通话中，一颗子弹从背后击中了他，但他又挣扎着坐直，捡起电话，说完了最后一句话，完成了求救。随后，丹尼迪茨和马修阿克塞尔森也相继没了声音。那么，我们的主角最后的幸存者马库斯卢特雷尔呢？在聊马库斯之前，我们得先说说那通救命的电话。莫非用生命换来的求救信号确实传回了基地，指挥部里当场就炸了锅，一场大规模的救援行动立刻展开。
而也正是在这里，红翼行动背后那混乱的指挥问题彻底暴露了出来。当时在阿富汗前线，其实有2支快速反应部队在同时待命，一边是特种作战司令部麾下的海豹组成的救援队，他们远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，但拥有指挥权；另一边是海军陆战队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，他们近在咫尺，就在阿萨达巴德的前进基地，全副武装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按理说应该是谁进谁上，但特种作战司令部那边揽下这个活，陆战队只能坐在基地里看着。很快，由8名海豹和8名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组成的16人救援队登上了代号为涡轮33的支努干。但在这里，另一个致命的决定出现了。按照常规的作战条例，在向一个已经爆发激战、敌人位置不明的区域空投救援部队前，必须先对预定降落区进行火力压制。可当时的救援行动选择了跳过这一步，决定直接在没有任何武装直升机护航的情况下，一头扎进阿富汗山谷。结果就是，当这架巨大的直升机降低高度，准备在山脊上放下救援队员时，一名藏在暗处的武装分子发射了一枚火箭弹，弹头拖着尾烟不偏不倚地钻进了支努干的后舱门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支努干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，翻滚着坠入了山谷。机上16名美军士兵无一生还。墨菲迪茨、阿克塞尔森再加上救援机上的16人，一天之内19名特战队员丧生。红翼行动成了美国特种作战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电影后面的故事，很多人可能都有耳闻，我们就快进一下。唯一的幸存者马库斯·卢特雷尔身负重伤，孤身一人被阿富汗村民古拉卜捡起，古拉卜把他带回村子里，然后悄悄通知了美军来接人，最后马库斯获救。电影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，但我们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。近些年的许多证据表明，作为最后幸存者的马库斯·卢特雷尔在说谎。近些年来，随着越来越多关于红翼行动的细节被披露，以及许多特战队员的爆料，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开始浮出水面。作为唯一的幸存者，马库斯·卢特雷尔可能并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，以及在媒体上的发言，有许多和事实不符的地方，甚至他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。火力军在这里要强调一下，我们无意冒犯死者，但当他的个人叙述与战场上留下的物证产生巨大矛盾时，我们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更接近事实的答案。最大的疑点来自于马库斯被发现时他身上的装备状态。根据他的著作《孤独的幸存者》以及同名电影的描述，他和他的3名队友与200名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小时的激战。马库斯本人更是在身中数枪后被火箭弹打飞，从山崖上跌落，连续几个小时逃避追捕，最终体力不支倒下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悲壮？但问题来了，根据一些前特战队员的详细考证，以及参与救援和回收人员的证词，马库斯被发现时，他随身携带的11个弹匣几乎全是满的。这意味着，在那场他口中打到弹尽粮绝的战斗里，他本人可能根本没有进行过多少有效还击。其次是敌人数量问题，在马库斯事后提交的官方报告中，他估计自己当时遭遇的敌人大概有20到30人，而事后他对媒体吹嘘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，事后有一段阿富汗武装分子拍摄的视频，总长度也就10几分钟，里面一共就有8个人出枪，其中拿 AK 机枪的据说还是他们要去侦查的目标沙本人。我们前面也说过，沙本身不是什么重要目标，顶多也就算个小土匪，怎么可能拉起来200-300人的武装？我们从最善意的角度推测，就只能说马库斯·卢特雷尔可能确实受到了 PTSD 的影响。但如果结合视频中墨菲大叫着让马库斯回来，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个最恶毒的猜测：枪声一响，马库斯就抱着步枪一路跑没影了，脚下不慎摔下悬崖，一路跑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最后被阿富汗村民搭救。这就解释为什么马库斯身上没什么枪伤，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带了11个弹匣，经过10几分钟的战斗，最后还是满的。看到这里，肯定有朋友要问了，火力军，你这个猜测也太大胆了。马库斯后来可是被授予了海军10字勋章，仅次于荣誉勋章的第2高荣誉，一个跑男怎么可能拿勋章？
问得好，但大家别忘了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马库斯·卢特雷尔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唯一的证人。这意味着所有关于那场战斗的官方报告、颁发勋章所依据的战斗记录，几乎都来自于他本人的口述。更何况美军需要的是一个英雄，而马库斯的故事不管有多少水分，都完美的满足了这一需求。夸大敌人的数量，把一场被8个人战术完爆的伏击描绘成对抗200人的史诗级血战，不仅能掩盖战术上的失败，但是如果我说这个故事里真正的最后幸存者不是马库斯呢？我们还有一个更恶毒的推测。当支援的游骑兵找到马库斯后，向他询问交战地点、敌人规模、阵亡队友的方位，马库斯不但一问三不知，还带着游骑兵在炎热的山谷里逛街，期间多名游骑兵中暑，最后终于找到现场。后来参与搜救的游骑兵接受采访时说过，他说尽管他不想承认，但他们现场看到的战斗区域的景象并不如马库斯说的那般激烈。战斗结束后的第10天，游骑兵终于在原定撤离点附近找到了马修·阿克塞尔森的遗体，很多人因此怀疑马库斯是故意带着搜救的游骑兵逛街，好让自己成为最后的幸存者。一旦队友幸存，他丢盔弃甲逃窜的事情就会公之于众。红翼行动的惨败让陆战队的大爷们彻底怒了，他们不仅为阵亡的友军感到悲痛，更对自己当初的担忧被无视而感到窝火。在红翼行动结束几周后，指挥权重新回到了海军陆战队。这一次，陆战队彻底抛弃了敌后渗透，采用经典步兵战术，出动了营级的兵力，从艾哈迈德沙藏身区域周围的4个山谷同时发起进攻。沙很快就发现自己无处可逃了。8月14日，在乔凯谷，陆战队 F 连与沙残部遭遇。不出意外的，沙阿的武装力量被彻底打残，大部分成员被击毙或俘虏。而沙阿本人呢？根据情报，他在战斗中被严重炸伤，被手下抬着连夜逃往了巴基斯坦。最终在2008年4月，他在巴基斯坦因为另一桩绑架案与当地警方发生枪战，被当场击毙，像个不入流的劫匪一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好了，关于红翼行动的故事大概就到这里。回看整场战役，红翼行动的失败说明了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马库斯·卢特雷尔这种白海豹，尤其是专精驾驶和2栖作战的海豹，在山地战里根本就是个新兵蛋子。第二，特种作战虽然好用，但也得用得好才行。陆战队最后的成功足以说明，制定战术不从事实出发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大家如果还有想看的战役或者行动解读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。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